正生的门的上方也有剔牙砖诶，代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来找找邻家古厝里面究竟有几处有剔牙砖。可可，这个对，有金桔，还有金枣。谢谢。哇，谢谢。一人一半。现吃哎。观音地区其实说真的，本来就是需要被推广。新鲜客人都看得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Elo。今天我们来到了桃园西海岸的观音区。说到了观音，大家是不是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以及莲花呢？没有错，这边除了观音寺以及莲花池，我们也即将带大家一起深入观音乡，探访究竟还藏着什么哦。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也别忘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Ana Luisa。那今天一整天我佩戴的饰品也是 Ana Luisa 的哦。那关于 Ana Luisa 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上一集新闻丁的影片，或是点选说明栏的连结，前往他们的官网瞧瞧吧。Go！ 怎么觉得观音随时都会看到飞机啊？观音区位于桃园市西部沿海，东临大园区与中立区，南接新屋，西临台湾海峡。旧称石观音，源自于1860年有农民在小溪拾得一颗酷似观音佛像的天然石头，因而供奉并成为地名由来。日治时期1920年改制为观音庄，战后改为观音乡。2015年桃园升格直辖市后改为观音区，全区人口约7.6万人，以客家族群为主，境内拥有北台湾最大的观音工业区，同时仍有近半人口从事农渔业，是桃园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观音更以莲花之乡闻名，每年夏季举办的莲花祭盛会，与南部白河齐名，有北观音、南白河之美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莲，并且桃园素有千塘之乡的称号，境内分布的埤塘及水圳数量密度之多，也是世界罕见。因此，观音区境内也有着不少埤塘，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水文地景之一。再加上临海与气候因素，孕育出壮阔的滨海和沙丘景观，这也使得观音兼具了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在林家古厝的外墙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非常漂亮的 TR 砖。TR 砖是台湾炼瓦株式会社英文的缩写，代表着在日治时期最高品质的红砖代表。早期这种砖多用于公家机关的建筑物上，在民间有些人也会将 TR 砖砌于自己的建筑物外侧，以彰显个人或家族的财力雄厚。那以后我们家要用爱牙砖吗？如果有的话，大家全部砌起来，以彰显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与爱护。有一股味道哎，很香的吗？含笑花。味道的。所以如果要采含笑花，是要采像这种盛开的吗？对，有温度。要有温度它才会开。要有温度它才会香。哦，真的有一股香味。它就是很像有水果的香气的味道，感觉好像很好吃。像这个。哦，谢谢。含苞待放。哇，谢谢您。我们现在在林家古厝休闲农场。那林家古厝它是由红砖所堆砌而成的闽式三合院，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哦，依然保存得相当的完整。那林家4代务农，直到第5代才开始转型，将原有广大的稻田改种荷花，并且结合古厝，成为观音地区首座发展的观光休闲农场哦。那它的园区占地也非常的广，除了外面的古厝，像我们后面有大片的莲花池，还有餐饮部啊、果园或是瓮窑区，再加上旁边是桃园机场嘛，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上飞过，整个感觉超级惬意的。
林家古厝休闲农场展现朴实乡村风貌，并设置多元休闲体验区，让游客感受历史建筑与自然景观之美。此外，依四季规划不同体验，夏天主打莲花，不仅可赏莲，还能选购莲花相关产品。秋冬则提供草莓、哈密瓜、葡萄等采果活动，相当适合亲子出游、朋友聚会及团体旅游。我们拍摄当天，老板特别向我们介绍园内果园和冬季草莓季。老板说，这里的草莓园采 AI 智慧化管理，是台湾目前规模最大的草莓园温室大棚。现场看真的是壮观无比。农场也会推出各式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务必到官网查询查询。不过我觉得已经很甜，而且很 juicy 耶，一咬下去那个，它如果熟的话更。一咬下去就是那个水果汁爆出来。在农场里面有一间丫丫的家，不过老板说今天丫丫外出旅行了，暂时不在家，所以过来这边想要跟丫丫碰面，还必须要碰碰你们的运气哦。高难度设施，勿轻易挑战，乌蛋不要走，这绝对不是我们频道的风格，偏要走给大家看 ，Let's go！ 它这样写反而让人想走啊，记不得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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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小心，小心，马上就没柴了啦！天啊！难怪他说跌倒要自己负责。回头是岸啊，各位。农场旁边这条大决溪啊，以前其实是叫大窟，据说是因为上游桃园台地中立层面地势陡峭，那造成了常年的侵蚀作用，形成大大小小的洞窟，那最后演变而来就叫它大决溪。然后可以看到溪水上面有那个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他说是鱼梯，那是因为鱼喜欢在上游水温比较低的地方产卵，所以就设置这样一阶一阶，然后帮那个溪水的高低落差不要太大，这样鱼就可以顺利的回游去做产卵，同时也可以进行鱼的登阶机训练。逛完了来这边，没有错。就它入园门票100块可以折抵餐费，那我们就来换冰淇淋。而且这个冰淇淋啊，老板他是使用意大利的机器，完全天然，没有任何添加物，吃起来非常的健康哦。有莲子也有草莓2种口味。哦，是冰沙的口感，很好吃，很浓的草莓香。我也迫不及待要赶快来吃吃看。意大利机器做的冰淇淋，纯天然的，就是它奶香中又有一点那种沙沙稠稠的那个莲子的口感。我总觉得它的口感绵密到有一点像绿豆沙冰的感觉。对，莲子比较像绿豆沙，但你吃吃看草莓我觉得就是比较冰沙口感。哇，它草莓的味道好浓郁哦，而且这真的是草莓味，不是那种化学的味道。而且我有咬到很像草莓籽的那种口感，对，一颗一颗的，里面确实有一颗一颗的草莓的冰粉丝。这是真材实料啊，蛮好的耶，这样子只要100块，又有这么好吃的冰淇淋，然后你还有这么舒服的大园区可以逛，蛮值得的。我觉得老板把这边打造的很舒服，而且很干净。对，每一区都维护的很用心哦。因为有些人来农场不是会怕，就是有那种土味啊，或是一些就是饲料味，但农场这边完全没有。没有错，而且艾琳超级怕蚊子的，今天艾琳完全没有用到防蚊液。好，目前我是 safe。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环境。伦平文化地景园区前身为国際電話株式会社观音伦平受信所，都不讲完啊。其他的现在还在 Thank you Staymas 他是负责电信业务的。他在1986年的时候设施转至交通部电信研究所之后就逐渐荒废，那后来是桃园市政府都发局把它重新整建，那就保留了建筑遗址还有原始的森林，那也在2018年登录了历史建筑，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式对外 open しました。
园区内可见坐落于茂密林间的地磁观测站与受信所设施群，犹如一座被遗忘的神秘古城，成为热门打卡点。同时，园区也结合客家工艺馆。馆内展示了传统客家工艺，并规划多元手作课程，提供游客亲身体验，让游客在认识台湾电信发展历史的同时，也能体验客家文化、艺文活动与悠闲的自然氛围。老婆啊，你不觉得这边很像什么城堡的遗迹吗？对啊，而且你看它的墙角，现在我们是叫踢脚嘛，对不对？它上面还有特别水桶过的感觉。哎呦，是洗石子吗？这座硕大的龟壳剧场以仿生龟壳造型、木结构打造，荣获2021年国家卓越建筑奖。剧场以拱形曲线呈现开放又有秩序的空间感，不定期举办活动、展演、市集与农特产展售，兼具了建筑美学与艺文功能。辽阔的丰盛草原绿地适合散步、野餐与亲子游憩，不时可见飞机掠过天际。草原四周保留了桃园国际雕塑创作展的地景艺术作品，为自然景观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刚刚远看，我觉得很像螺丝，但近看怎么比较像可乐果啊？泡客食堂提供道地的客家料理与茶点，室内古朴雅致，户外则环绕着莲花池，营造悠闲的用餐氛围。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的面包来了！全村的希望面包工厂这名字会不会太出名对啊，据说老板以前是在大陆那边经商，非常忠于这个名字啊，也是回国之后就继续沿用全村的希望当做他们的招牌，听起来相当有魄力。对啊，很有霸气。不过它外观根本不知道是卖面包店，它很妙它就是一栋别墅就很像是你邻居家，或者就是一栋别墅，然后招牌也是小小的，但生意很好。它好像就是把1楼客厅变成就是面包店，然后座位区这样子。对，它里面空间无敌巨大。我刚刚看它台上每个面包也都很大，都是做巨型面包大家去面包店有没有试吃？你看他给的试吃面包，哇，也是试吃很佛心对啊，直接给你一整块，没有在客气然后这间店呢，他们的面包每天都是现烤的，品相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然后也有在卖披萨或者是咖啡饮料。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如果在这边吃面包，他会帮你切拿去烤现烤的哦。对，而且我刚刚也吓到。它不是跟你用微波炉或者加热小烤架烤，它是用披萨那个窑烤去烤的。用窑烤帮各位加温你看有没有诚意？有时候感觉用窑烤下就是特别美味，对，好像特别的香然后期待对整间店都是面包的香气。不愧是全村的希望啊！那你要成为 YouTube 界的希望吗？那这个就要靠各位目前的观众，大家用力的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才有希望。没错。第一道当然是要先试试看热腾腾的手工披萨啦。窑烤的好快就出炉了。窑烤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对啊。全新哇，感觉就很好吃这个墨西哥牛肉口味。开动！披萨干杯！香。起司好厚，好幸福。对，它的起司蛮厚的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带劲儿。而且刚烤是底下的皮是软的，然后旁边就是披萨这个边边也是软的。因为每次那种叫那种连锁店的披萨，边边我都不吃，因为好硬哦。怪不得平常跟老婆在吃披萨的时候，我好像都没吃到什么药，我都在吃这个边边角角。我吃中心，他吃我有它边边真的是 QQ 的，QQ 的不会干柴我老婆在提醒我啦，它边边结果有关系啊，这个边边是软的，我可以。酒酿桂圆，
桂圆香很浓哦。哇，而且欧式面包啊，最怕就是有些很干会刮嘴巴，我觉得这个还好哎，可以。2024年才开业的店面，短短1年多便成为观音新亮点，假日常常人潮不断，看来全村的希望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在全村的希望附近，一样位于福兴路上的白千层绿色隧道，全长大约2.8公里，沿途种植了将近700棵的白千层树，高耸的树梢交织成美丽的林荫大道，非常的壮观。这里非常适合来这边散步、骑单车或者是拍照哦。那白千层是因为它的树皮啊会随着新皮不断生长脱落，然后再一层一层包裹在它原本的树干上，就形成它外观很斑驳又独特的现象，所以又叫脱皮树。得大斗的时间哦，原来是得大斗啊！这间冰茶屋是观音这边在地的传统饮料店。我觉得在地传统饮料店有几个特色，就是它的 menu 种类超多，琳琅满目，这都会看到不知道点什么，就跟着招牌点就没有问题了。对，绿豆沙看是一定要点的，然后刨冰和豆花也蛮有名的，只是胃实在太饱了，点刨冰就好。而且它这边很特别的是，它提供杯装跟碗装的选择哦。而且据说料多实在哦。没有错。期待期待黑糖的滋味啊！哇，这个黑糖糖水，它的黑糖香气真的非常够味，好吃哎。而且它一碗冰50块，4种配料。老婆啊，你知道大树土地公这边以前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什么？以前呢，旁边这边的农地都有设稻草人在这边哦。那只是当地居民反映晚上经过的时候会吓一跳，略显热闹，想说怎么有人在这边开 party。所以现在这些稻草人都撤掉，今天就没看到了啊？怎么不会认为是土地公显灵啦？没想到观音也有龙猫巴士哎！没有错，我们现在是在和美幼儿园旁的龙猫巴士站。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这间幼儿园它的外墙以及这个龙猫巴士站都是幼儿园的全体教职人员，他们采用海边漂流的垃圾利用回收再利用的方式来制造而成的哦。那原本是为了社区美化，但因为太有特色了，就变成打卡景点啦。但只是幼儿园里面大家还是不对外开放啦，所以拍照的话就只能在外面。那大家拍照的时候也记得要留意，不要打扰到人家哟。这里的作品使用海边捡拾的海漂垃圾环保再利用，以保丽龙做成大小龙猫，浮球拿来彩绘，工业区的旧站板制作成露营区跟木架子等，借景校园大树做背景，宛如走进宫崎骏动画世界，可爱又逼真。公车站旁的幼儿园正门也充满童趣，像童话中的糖果屋，还有卡通版歪腰油桶，以及多款可爱装置艺术，非常适合拍照打卡。这边蛮多农场的，对对，其实因为观音地区，其实说真的，本来就是需要被推广，北基桃，对，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偏远一点地方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也是在想说，国内好像有那种飞机餐厅啊，所以那时候朝飞机餐厅去住。对，就后来因为有农地农用嘛，符合农地农用，就做了休闲农场。了解。所以这是一个历程啊。很期待老板这边弄完的样子，对，超酷的。现在来到的是在观音中山路，前身是长美休闲农场的观音飞机场。那它就曾经是结合民航元素跟农场的休闲园区，那现在是在施工整修中，所以是不对外开放。只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刚好碰到老板在现场，所以他有同意我们进来拍摄。大家知道吗？老板也是水灵人哦，太巧了吧！谢谢老板。对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么巨大的飞机，超震撼的。真的，这个庞然大物，老婆，你有在这种视角之下看过飞机吗？完全没有。平常这种视角应该只有飞机的技师才能够看到吧，很震撼哎！而且大家看我身后这一台747，以前我小时候跟我家人出国的梦想，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2楼那一排窗户？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坐在2楼啊。
这边有一台空中巴士 A300哈，在这边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搭到的机型啦。而且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酷的亮点呢，就是天空中有时候也不时有飞机飞过，机上加机。广大的场地内，除了收藏退役的空中巴士 A300及波音747，还能看见机场常见的接驳车、空桥以及游艇等等。不仅展现了老板独特且惊人的收藏，也成为吸引航空迷与摄影爱好者的特殊打卡点。这种地面与空中的双重画面享受真的很过瘾。期待未来整修完成后，以全新面貌再次对外亮相。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观音工业区里面的来来牛家庄。这是一间外观极为低调，但是内部却卧虎藏龙的牛肉面店。然后啊，它的菜单非常简单，这种清炖牛肉面、牛肉汤、葱油拌面，就这3样。它的牛肉面的牛肉居然是牛肋条而且它整个牛肋条铺满这个哇，看起来超好吃，看起来食欲大增啊！而且它的面条啊，居然是使用那种疑似刀削面，但又不是刀削面的这种比较皮带面条的面。清炖的汤头好好喝哦，很好喝它的牛味好重而且汤头喝起来蛮鲜甜，很清爽好喝很舒服。它这边的汤头只有清炖汤，没有红烧，所以想吃辣的朋友就是可以自己去拿辣酱，还有腐乳酱。迫不及待，赶快吃肋条！肋条干杯！干杯！哇，奢华的肋条干杯！先不论它的口感，它的味道怎么样，光它的体积吃起来就是一个爽快。真的，就是大口吃肉就是这种感觉。对，这是牛排面吗？对，它的肉啊，不是那种软就是散开的，但它还是嫩，然后又带有一点口感，很好吃，刚刚好，好吃，恰到好处。还是要什么就感叹一下这个牛肋条这个尺寸。等一下，是吗？你牛肉靠近，你要不要量哦？你们看这个牛肉多大，几公分啊？10公分，我看不到的。10公分吗？还是几公分？10公分，very huge 这是我第一次帮牛肉量。对，我也是吃饭第一次吃到拿起出来的。那我来蘸蘸看辣的，先蘸一点点。这哪叫蘸？不怕太辣，蘸了没？不错。也不错，好，我觉得辣度是我可以接受的。那我来示范一下我自己的加辣的方式。吓死人了！这样子站起来铺在上面。你以为在做握寿司哦？它不会辣，就是一点点，没有到很辣，但它吃起来好香哦。对，是香气不辣，它的香气很重。你要干嘛？不好吃。好，你看掉下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以前从小啊，只要在吃面有这种卤蛋，我们都会把蛋黄夹出来压碎，让它跟汤融化在一起喝。有没有人这样子吃过？这是我老爹的祖传秘方啊！变换汤头啊！没有错，你喝喝看。还不错，就是那个蛋那个刷刷的，对，还不错，蛋香啊！大家都觉得我们这样有点奢侈，有点浪费，但就没了。俗称为金沙汤啊！对，当初我老婆在规划拍摄行程的时候，坦白讲，我当初看到它的外观，想说，为什么要拍这间店？现在终于知道它的厉害之处了，是不是？真的是好吃哦，人不红好像。白沙甲灯塔27.7公尺，富贵角灯塔14.3公尺，鼻头角灯塔12.3公尺，三雕角灯塔16.5公尺，鹅湾比灯塔21.4公尺，花屿灯塔12.5公尺，渔翁岛灯塔11公尺。在此宣布，恭喜白沙甲灯塔胜出！恭喜老婆挑战1日多塔成功！
位于桃园观音海岸的白沙甲灯塔，是于日治时期1898年开始兴建，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在台南国盛灯塔兴建之前，这里曾经是台湾最西部的灯塔哦。它在2001年入选为台湾历史建筑100景，那2002年公告为桃园县第一座限定古迹，2021年再升格为国定古迹。有。那同时，它也是台湾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日治初期灯塔。白沙甲灯塔原高约37公尺，二战后受损，重建为27.7公尺。虽然高度减低，但洁白的塔身在海天之间依旧醒目耀眼。当年灯具多从法国进口，塔顶风向仪的东西南北方位更采用法文缩写 EOSN 代表。塔基以石材打造，塔身则是少见的双层红砖结构，上段以大石堆砌成托架承载铸铁塔顶，与多数以铸铁组装的灯塔样式不同。历经战火与多次天灾，仍屹立不摇，持续照亮台湾海峡。园区内仍保存日治时期的日晷，灯塔周边也设有环形步道、公园与凉亭，也能顺游至观音滨海游憩区，享受辽阔的海岸风光。在停车场旁边有2栋白色的凸起建筑物，它是日治时期的防空洞。那由于白沙甲灯塔位居航运的要境，很容易成为轰炸的目标。那这个呢，就成为灯塔守护者的避难所喽。不过它跟那个灯塔有段距离耶，这样轰炸的时候来得及跑过来吗？不用担心啊，守护者他们登高望远，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红糖皮为清治时期垦拓先民所开垦的，它也是观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皮塘之一哦。同时，在大桃园地区，它的蓄水量也是排名前3大。桃园素有千塘之乡的称号，所以境内皮塘数量相当多。但其实皮塘的水源比较不稳定，它的灌溉效益有限，所以随着石门水库跟桃园大圳建成之后呢，许多皮塘就开始转型。那像是红塘民，它就新建了环塘步道，变成民众休憩散步的空间。你知道为什么这边会叫红糖皮吗？为什么？你看夕阳西下，湖面上看起来像不像红糖的颜色？很漂亮，比较像蛋黄酥的颜色啊。桃园位处台地地形，因古石门溪冲积形成古石门冲积扇，后因淡水河溯源侵蚀，发生台湾最大规模的河川劫夺，夺走南坎溪中上游水源，使台地上的溪流变成断头河。加上地势高，降雨不易储存，洪壤透水性差，地下水也不易取得。早期居民便以开凿皮塘来储水灌溉，逐渐形成桃园独特的皮塘地景。近年皮塘功能逐渐转型，逐渐成为景观或农业利用，这也让这些老皮塘有了新生命。风好大啊，各位！对啊，看头发被吹成这样子。对啊，草踏沙丘它是全台第一个沙丘地质公园，也有台版撒哈拉沙漠之名的美称。蔓延8.1公里长的沙丘带，构成了全台海岸线中最宽广、最完整的沙丘地景哦。那推荐大家可以像我们一样，在傍晚的时候前来，这时候夕阳西下，然后旁边还有整排的风力发电，搭配沙滩跟海岸，非常的漂亮，很有气氛感。这边的气势完全不输鸟取沙丘，没错。另外这边很特别的是，你看，我们只要站在比沙丘的位置再低一点的地方，那个沙子就直接不客气的往我们脸上一直砸，都会觉得刺刺的。对啊。沙丘是源于东北季风与南风吹拂下，将漂沙推积至陆地而形成。沙丘群北起大园区老街溪口，南至观音区大觉溪口，历经长时间堆积，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沙丘高度最高可达15公尺，呈现出壮阔又独特的风貌，也因此成为热门摄影与观光景点。
下坡回去的路好像有点陡哎。没有错，坡度越陡，让你越快回到家。这是滚下去吗？在甘泉寺的后方有一幅宽11、高18公尺的观世音铜雕，它也是全台唯一3层楼高的观音壁雕哦。也因为甘泉寺它是位于道路的中央，它也象征着化解道路直冲的煞气。甘泉寺前身为福隆寺，起源于清乾隆年间，大约1780年左右。据传早期有位农夫在溪边拾获一块石头，外形长得跟观世音菩萨很像，因此将它原地供奉，又尊称为石观音。这也是我们影片开头提到观音区这个地名的由来哦。那后来信众发现这个石像所在地的泉水具有治疗百病的功效，于是建庙供奉。那后来就将这个泉水命名为甘泉井，那寺庙也改名为甘泉寺。甘泉寺为3层楼宫殿式庙宇，1楼主祀石观音佛祖，2楼供奉玉皇大帝，3楼则供奉少见的道教无极大天尊等共18尊神像，展现儒释道3教并融的宗教特色。甘泉寺每年有3大重要祭典，分别是农历2月19日的观世音佛诞辰，农历4月22日的石观音显圣日及农历7月17、18中元普渡祭典。此外，每年也会结合观音佛诞举办石观音文化节，成为地方重要的宗教与文化活动。寺庙内外的艺术装置与文物也相当丰富。庙门口的雄狮口含石珠，雌狮角斗小狮，兼具装饰与镇煞作用。4大天王常见于佛寺的护法神，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位于甘泉寺旁的自流井，水质清澈，流量稳定，据说能治百病。庙方在观音塑像的宝瓶中引入井水。甘泉寺也贴心提供甘露瓶供信徒现场取水。走，来去装水。下课10分钟，喝水。现在我们来装我们的甘泉。它这里的甘泉啊，它这边的告示牌是写说已经是过滤过的，所以洁净无氯。但是建议大家煮沸之后再饮用。不过我怎么看到旁边有个蜘蛛加水站，什么意思啊？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现在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啊。不过瓶子好大，好像要装一段时间。顺便训练大家的臂力。好像快要装完了。对，终于快要装满了。这样子，这个姿势很像在跟观音求水哦，求平安水回去给规家会啊领平安呢。还要诚心祈求才有好水可以喝。位于草帕沙丘附近的这间乌特的土鸡城，大家不要看它的外观低调的跟民宅一样，内部生意可是好到不得了啊！真的高头满座耶，而且它就是在大马路旁，然后它的外观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招牌，都没有。但一进来热闹的很。另外比较特别的是，这间店平常日只有卖午餐，然后想要吃晚餐的朋友只有假日。想过来的朋友，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定位，才会有位置，不然会要等很久。因为他们今天好像人手不足了，就是他们也有公告说建议善用电话预约。定位的同时，如果想要吃白斩鸡或剥皮辣椒鸡，就也可以在定位的时候顺便跟他们预定。觉得他的鸡汤上来我吓到，好大锅哦，非常大一锅，直接给你规定啊，没有在客气的。但是他们就只有半只鸡跟整只鸡的选择，那我们2个就选半只。他上来的时候吓到，想说怎么喝得完？没有错，不止我们吓到，相信各位也一定被我们吓到。什么？你们只有2个人吗？对，我们就是2个人制作全部的影片哦。对啊，然后除了鸡汤很大锅，它的咸酥鸡我端起来一下，它的咸酥鸡也是超大的。这是1份哦，它只有1份跟2份选择，我们点1份，这么大盘，
这个感觉很像小时候我们在南部吃的，一次给你的分量就是满，没有在客气的。对，然后这个咸酥鸡他们这边招牌料，我看人家说没一点就等于没来吃过。什么？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吃一吃啊！它不仅整盘大，每一块切的也好大哦。肉都很大，外酥内嫩，外酥内嫩。你上来尝一口。它的炸皮很薄。然后里面的肉咬下去是有 juicy 的，很多汁。怪不得是没有吃过就没有来过安可土鸡城，真的是好吃。招牌口就变成我吃过最好吃的咸酥鸡。他马上升格为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咸酥鸡吗？不错不错，那这样这一趟来就值得了。哦，真的。来个韭菜花，吃了炒韭菜，整个味道又翻了1倍了。那再来换换剥皮辣椒鸡。觉得刚刚在沙丘那边被风吹的这个寒意已经不见了。剥皮辣椒的那辣就是刷一下就没了那种辣，然后很舒服，很清爽。话说一肉一肉上以前是不吃剥皮辣椒的？对，以前看到剥皮辣椒我都很纳闷，奇怪，辣椒加鸡这个味道能吃吗？从来没吃过。但是认识我老婆之后，她煮给我吃，我才发现原来剥皮辣椒鸡汤这么好吃，人间极品的美味。极品啊，错过很多年啦。那这边给的不论是汤或者是炸这种鸡肉给的都很扎实，一大块。都是切大块的，好吃 Q 的。既然是 Q 的，那我爸妈应该很爱。我觉得这间可以大家吃，然后分量大。那我们今天观音的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老婆，你对于今天的行程哪一个印象最深刻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行程都还不错。然后其实我觉得观音这边好像蛮适合，就是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因为这边很多的休闲农场，然后之后还有飞机可以看，然后像吃了像是今天晚上这家分量很大，适合很多人一起来吃，一起分食。全家餐1日游包套没有问题。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好可惜哦，就在我们装完甘泉路之后呢，本来我们有排定这一间明朝精工茶坊，不过我们来的时间有点晚了，已经打烊，这次没有喝到，只能够下次再访啦。残念，我又回到甘泉寺了。由于我实在是太想喝这种地方上独有的饮料，再加上它的评分特别的高，不想要让我们的观音的影片留下遗憾。它就在甘泉寺的旁边，走路大概3秒钟就到了，马上去买起来吧。新鲜客人都看得到。哇，没想到一楼一组也可以点到观音奶茶，这是必须要的啊！哇，太惊喜了！一回家下班就有奶茶可以喝。这次买了他们的招牌仙草奶茶，还有鲜芋头奶茶。而且它好酷哦，它居然是用这样画的，是有芋头的哦。没有错，它是新鲜芋头哦。哇，里面好多料哦，我觉得很好喝。最主要是芋头的香气，茶就是一点淡淡的，所以让你整个芋头喝起来不会说太腻。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不愧是招牌啊！而且这个喝完应该会很有饱足感。快喝仙草的试试看。不错，仙草清爽的感觉，这2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一个是浓郁，一个是清爽。没有错，任君选择啊。